是人民的韩红，我就是老百姓的韩红。奶奶不光卖冰棍儿，她晚上还会糊火柴盒，1分钱多少个。她就为了供我上学，她就为了能够让我有一天去当兵，去成为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我必须要特别严谨，举步维艰，如履薄冰，我也要做好自己。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能犯错误，因为奶奶会伤心。今天的韩红不属于我自己，也不属于任何组织单位，我是人民的韩红，我就是老百姓的韩红。我强烈建议给这个胖子颁发一个奥斯卡小金人奖，没人反对吧？必须得给他颁个。我的长篇小说就要面世了，20万字的，就有些天赋是没办法的。我那个语文就偏科，你知道吗？考试什么时候，反正语文都是8、90分，甚至少的时候达到过99分。数学呢，38，后来才有答案了。哦，原来你们叫1、2、3，我叫哆来咪啊。现在也是，我们同事他们有什么字儿不认识，都会拿过来问我，说：“哎，这生僻字念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奶奶，我去当兵，1987年1月，奶奶送了我一本字典，我就真的把新华字典从头认到尾了，一不留神。我去年还出了一本诗歌散文集，属于演艺圈有文化那类的。世界上最合法的暴利行业叫做慈善。今天要体验的人生副本是慈善基金会如何合法的把善款装进自己的口袋。Level 1搬运工，凌晨2点13分，仓库的铁卷门在你身后重重砸下，空气里混杂着防潮丸和旧衣物腐败的酸味。3000箱捐赠物资堆在你的面前，像一座沉默的山。你手里紧紧捏着一张出入库清单。你的主管走过来，把一包压瘪的红塔山扔在桌上，指着角落里50箱未开封的始祖鸟冲锋衣，把那些单独挑出来，装进右边那辆无牌面包车里。你看着清单，那是给灾区搜救队的配额。你脱口而出，他没有看你，他甚至没有停下点烟的动作，那是给副会长家属开的户外用品店准备的配额。这是你的第一课，慈善在这个房间里不是救济，是分配。你走过去搬起第一个箱子，纸箱边缘在你的食指上划出一道血丝。天亮时，你拿到了150块的夜班现金补贴，你的纯真标价只有150块。Level 2记账人，2年后你不再需要呼吸发霉的空气。你坐在恒温24度的基金会大楼里，面前的屏幕上跳动着复杂的 Excel 表格，鼠标的光标停在 C14单元格上。这是一个关于乡村阅读计划的总预算案，资金盘子是1000万。按照明面上的规定，基金会可以提取10%作为行政管理费，100万。但你很清楚，这个数字满足不了楼上那些人的胃口。你开始制造合理开销，原价20元的二手书籍，在你的报表里变成了采购价80元的精装本。那中间600万的差价流向了一家名为缀丰文化的供应商。你查过工商信息，法人是你部门总监的连金。你感到喉咙发紧，轻微的恶心感涌上来，但你深吸了一口气，按下了回车键。月底，你的工资卡里多出了一笔2万元的项目绩效。你给自己换了一部最新的手机，你告诉自己，你只是一颗听话的螺丝钉。Level 3晚宴操盘手，你穿着一套剪裁完美的萨维尔街定制西装，站在华尔道夫酒店的宴会厅边缘。今晚的主题是拯救罕见病儿童，入场券10万一张，灯光璀璨，香槟在水晶杯里折射出耀眼的光芒。台上的明星正在声泪俱下的朗读募捐倡议书。今晚的总筹款额是3000万，但你作为这场晚宴的操盘手，掌握着真正的账本，场地租金、明星车马费、奢华伴手礼、公关发稿费，总共耗资2000万。这2000万里的很大一部分，以独家承办费的名义付给了几位大理石私下控制的公关公司，剩下的那1000万善款中，还有500万要作为专项咨询费返还给最大的几个捐赠者。所谓的高级慈善不过是富人们洗白名声、合法避税和利益输送的社交派对。你在这个名利场里游刃有余。今晚结束，你的冷钱包里会多出价值50万的加密货币。你的笑容完美无缺，你的心却像冰块一样冷硬。Level 4采购操纵者，权力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货币不再是简单的现金，而是渠道和信息。你现在掌握着基金会最肥硕的资源，重大突发灾害的紧急采购权。西南某省发生洪灾，5000万的专项救援资金在你的手里流转。你没有选择市面上质量最好、价格最透明的防水帐篷供应商，你把独家供货合同给了一家注册不到3个月的空壳公司，采购单价是正常市场价的4倍。你知道那批帐篷的透水率严重超标。你在巨大的屏幕上看着新闻里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在漏雨的帐篷下瑟瑟发抖，你的手在红木办公桌下微微颤抖，但那种颤抖不再是
出于愧疚，而是出于一种对权力失控的恐惧与病态的快感。你的海外账户里悄无声息地进账了800万，你不再是那个因为50件衣服就心生动摇的新人，你学会了用绝对合法的文件掩盖最残忍的掠夺。Level 5，基金操盘手，你进入了核心董事会，你的办公室在52层，巨大的落地窗俯瞰着整座城市的车水马龙。真正的巨额财富从来不在那些零碎的捐款箱里，而是在留存资金的巨大水池里。基金会的账面上常年趴着200个亿，法律只要求每年拨付余额的8%用于公益项目，剩下的那180亿全在你的指尖控制之下。你把这笔免税的巨款作为 LP 有限合伙人投给了一家顶级的私募股权基金，这家基金的背后是几位政界大佬的白手套。这笔钱在资本市场里翻云覆雨，暴力并购，高利过桥产生的巨额分红变成了完全合法的投资回报，随后悄然进入了你们在开曼群岛设立的不可撤销信托。你穿着最顶级的羊绒大衣，带着道德的光环，做着华尔街最嗜血的饿狼做的事，没有任何监管机构能查清你们的底细，因为你们自己就是规则的解释者。Level 6，避税架构师，你的私人手机里不再有任何普通人的联系方式，通讯录里全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名字，他们找你不是为了施舍善心，而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商业帝国，你为他们量身定制。捐赠者建议基金 DF， 一个科技新贵把价值30亿的股票捐给你的基金会，瞬间他免除了几亿的资本利得税，并获得了巨额的当年所得税抵扣额度。但在你的巧妙架构下，这30亿股票的投票权和实际控制权依然牢牢掌握在他的家族手里，他名利双收，分文未损，甚至赚取了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你作为这个完美闭环的架构师，每年合法抽取着高达 2.5% 的资产管理费，你成了这些权贵们的守护神，你动一动手指就能让国库流失海量的税收。权力的浓度让你迷醉，但你也敏锐地察觉到身边已经没有一张可以信任的面孔，每个人靠近你都是为了从这具庞大的精神里挖走一块肉。 Level 7， 规则制定者，你不再亲自过问任何具体的账目，你只出席最高级别的闭门会议，和制定法律的人坐在一起喝茶。你的基金会早已超越了敛财的初级阶段，它现在是一台庞大的政治游说机器和舆论控制中心。你们通过资助顶尖大学的研究所，合理论证对你们有利的经济政策，你们通过为议员的家乡慈善项目注资，合法的购买选票和立法权。一个不知死活的独立调查记者试图挖出你们离岸资金池的底层逻辑，你没有发火，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你只是在打高尔夫时跟一家传媒寡头的主编随口提了一句，那个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似乎不太稳定。48小时后，那个记者因为被指控长期收受黑钱制造假新闻，被全行业永久封杀。暴力不再需要见血，存在本身就可以被抹除。你掌控着碾压一切的生杀大权，但每天深夜你必须吞下2片佐匹克隆才能换取3个小时的无梦睡眠。你的家人住在日内瓦，他们看着你的眼神像看着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你拥有一切，你一无所有。 Level 8， 架构者，你坐在安静的能听见血液流动的檀木书房里，墙上挂着你和3位前总统的合影。基金会的资产规模已经膨胀到了800亿，它太大了，大到完全失控，大到不能倒闭。它变成了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利维坦，甚至比许多主权国家还要强大。你看着财报上天文数字般的增长，却感到一种极度的深入骨髓的疲惫。你发现即使是你也已经无法让这台庞大的机器停下运转。你曾经以为自己在操控权力，现在你明白控制只是彻头彻尾的幻觉。你创造了这个系统，如今系统彻底吞噬了你，你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变成了一个绝对的符号，一个名为无私奉献的幽灵。没有人敢对你提出质疑，没有人在乎你面具下的真实面目。你独自站在权力的绝对底峰，四周只有稀薄冰冷令人窒息的空气。野心的最终代价是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灵魂，换来了一座无法逃离的金矿监狱。某座城市的边缘，一个破旧的仓储物流中心，凌晨2点13分，一个刚毕业的年轻志愿者手里紧紧捏着一张出入库清单，面对着3000箱物资，他的主管走过来，扔下一包烟，指着角落里的50箱未开封物资，让他挪到右边的无牌车上。年轻人愣在原地，眼中还带着不解、抗拒和最后一丝纯真。他以为自己绝对不会妥协，其实没有，但他很快就会明白。太讽刺了，某红基金会又把我的视频投诉下架了，但他却自己悄悄改了我投诉的问题。我之前有视频说他投诉里写我司，你一个基金会凭什么叫我司？你是公司还是慈善机构？结果你们看，他对这个视频又进行了投诉，而且这个新的投诉里，我司真的改成我会了，看见了吗？自己偷偷改了，说明我说的是对的啊。好，你改了，我很高兴，说明监督起作用了，说明公众的质疑不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就问一个但是，你既然承认我批评的对，你自己都改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投诉我那期批评我司的视频？为什么还要通过投诉把那条视频给下架了？原来你们是这样，错误我认了，改正我做了，但指出我错误的人我必须搞掉，正确的批评你接受了，批评你的人你要封杀，这是什么操作？说明你无法真正的面对批评，哪怕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还有我司改我会了，
但侵权类型还是损害企业商誉，你都叫我会了，怎么还是企业？嘴上改一个字，骨子里一点没变，连一个字的批评都无法面对，你还能接受什么质疑？采购问题、透明度问题，你也打算一个个投诉掉？反正我觉得连正确的批评都不敢正视的机构，不值得信任。认同的点赞转发。